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猎鱼人的米修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来测试一下我们今天的近海铁板竿。This is another Hood classic. 今天来钓一下我们的白带小搞搞。我们今天搭的是霸王丸，今天是出8点到5点近海小搞搞。然后一开始船长会带我们先去钓黑猴，我们先敲底看看。我们也是用这一把近海铁板竿，然后我们就挂8两到10两左右，我们就敲底看看有没有黑猴。那今天由我来做钓手，虽然不是很厉害，但是应该也还 OK。对，看一下我们今天表现怎么样。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吧。小搞搞呢，就是一个蛮轻松的船班。船只像我们今天是做晚上8点出发，因为我们是平日啊，大家下班比较晚，所以现在船家蛮多都是开从8点集合出发。那这样船只也才收1200而已，可以带小孩、老婆或者是揪朋友一起来体验。那我们猎鱼人也都有开白带小搞搞班，那有兴趣报名的话，可以找我们的门市或是私讯我们的粉专。每年的大概6、7、8、9月都会开啦。那我们今年都是开礼拜6。如果你都没有钓竿啊、卷烟器，卷烟器钓竿是500块，那再加上船只1200，再加上耗材有的没的，我觉得3000块有找啊。走钓的鱼可以回家吃，然后再分给亲朋好友，我觉得蛮不错的。那我们今天先到点，我们先钓一些底栖鱼，所以是用我们的 Sabiki 连钩钓组。猎鱼人网站也有卖，这一包才15块，然后它有6钩，钓竿没有那么长，我会建议用3钩就好。所以这一包呢，我们可以用2次。你钓组太长，你真的中鱼的时候，你也比较难起。它就是仿生南极虾，还有金松狮，有时候就是针对一些虾鱼啊、青鱼，有时候不用挂饵，就是你上下晃动的时候，它就会来咬。小搞搞我觉得都要带一下，因为有时候小搞搞就是看海里面有什么鱼，然后就钓什么鱼，所以钓组的部分还是要准备齐全一点。有时候没有白带啊，那船长有发现竹虾鱼、青鱼有泡的时候，我们就换上这个Sabiki钓组。因为它双头都有别针，那我习惯说上面这个我就直接穿在8字环里面，因为别针有时候会容易开，这样你整个钓组就会不见。那这边呢，我们就简单的用一个绑8字环的结。小搞搞，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大的重点，船上看这个船上面有很多灯泡，那些还有水下的水灯，它主要用途是来击鱼的。灯打下去之后，那些浮游生物啊，或者小鱼，它就会靠近，会形成一个生态链。靠近之后呢，我们的其他目标鱼啊，竹夹鱼啊、青鱼、白带，或是透抽之类的烟仔虎，刚到点之后，这个灯打下去可能需要一点时间，大概半个小时左右。近海小搞搞主打的就是一个轻松嘛。那底下的部分呢，我们敲底建议是大概6两起跳啦，6两到10两左右，看流水的速度。那我们先用8两的部分。那有时候注意一下，因为这个别针有时候会打开，所以你的铅会不见。如果说你想要保险一点，你可以直接把这边剪掉，直接用线绑在上面。那用别针的好处是，你可以很快速的去更换你的重量。如果流水太强了，你就换成10两或12两。卷烟器呢是神罗的数位显示卷烟器，它这个有静音的功能。因为有时候船钓也蛮重要的是你的泳程，像钓白带啊或钓透抽的话，大概近海大概平均在50米上下，50、60米。那有时候它咬在30、40米，你就是可以很精准知道说鱼群的泳程在哪里。那我们就直接下到那个米数。然后上面的线呢是我们的 Urban Pass 的X8 皮线，那这个应该是用1号的，对，它线径比较细。那我觉得线径细的好处是，有时候流大啊，或是风比较大，线的切水性比较好，它比较不容易被水流影响。因为线在水里面啊，你被水流一刮一刮，就是很容易被吹成斜的。那线细一点，它的水流影响度不会那么好，就也比较不会跟人家缠在一起，它的感度也会比较好。有时候中鱼的时候，它一点点那个咬讯你会感受得到。要不要挂饵的话，其实都 OK， 当然挂饵机会会比较大一点啊，大小也没有到很大，所以我们直接勾上去就好了，不要钓为主吧。怎么勾，其实我觉得都 OK 啊。勾上去啊，那这样子我们钓组就完成了。然后这个我觉得很赞，
猎鱼人的擦手毛巾，因为钓白带鱼啊、秋刀鱼肉，还是那些什么有的没的，容易弄脏，用一条这个，它就可以让你的手擦干净。那你要抓鱼啊，白带鱼不是有刺吗？那你要这样手伸进去，这边也可以直接去抓鱼。好，那隔壁已经开始钓到，我们赶快下竿。哎，然后我们下竿之后啊，现在开始着了，我们现在10米左右，我觉得那我们就10米开始左右就可以了。稍微上下晃一下，然后停一下，上下晃一下，停一下。你一直上下晃啊，它可能没有攻击的时机，所以有时候鱼是蛮吃那个停顿的点。那我们现在主要是钓竹夹鱼跟青鱼。哎，你看现在有在啄，所以你看青它在啄，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。这杆子的感度其实真的蛮不错的。那这支杆子才卖2000块而已，我觉得 CP 值超高啦，全杆都是富士的导环。这次都是用防铲导环，用 K 型导环。竿尾的部分，我们的尾段啊，最后4颗导环那边是用银色的漆。钓鱼的时候可以增加你的目视性，有时候敲底啊之类的，我们就看竿头有没有抖动，那就是有鱼在救了。素材的话，我们稍微有去做升级，让它的强度稍微再好一点。这支钓竿，觉得它的腰身蛮不错的，蛮有力的。竿尾还算是蛮有感度，就是有重鱼的话，它其实会凹。那中度呢，其实蛮挺的，所以有时候你满弓的时候卷得起来，放深一点好了。所以我们钓的时候就是这样，稍微的上下轻轻晃。那如果可能放个10秒、15秒没有咬讯的话，我们就稍微再上下搜索一下。现在可以看到水面的回路就靠过来哦，因为我们就是这个旗鱼灯开始发挥我们的功用，所以很多我们中鱼了，我们中鱼了，鱼群都在水面跑啊，所以我们刚刚把泳程调整到大概10米上下，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竿尾有没有开始点了，就是开始中鱼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是保持绷，你慢慢卷就好了，不用卷太快。你想要让它钓多一点的，你就稍微再晃一下。可能有其他的鱼啊，看到钩子上有中鱼，那它也会跟着补上来。哦，你看，现在超多了，超级多。我们现在钓到的这只就是青鱼，水面那边有的有可能是青鱼或竹夹鱼啦。这个呢，日本料理店一条要卖300块烤好的。我们今天开湖第一条鱼。青鱼，这体型还算偏小啊，但是也是当我们的开湖的第一条鱼，主要是泳程，然后你要稍微还是要上下晃一下，它就是模拟说海里面有一些然后中鱼，你看我们的竿尾非常的陡，那这个时候呢不用紧张，你就是稍微慢慢卷，也不用开枪啊，因为它勾上去之后，它嘴巴很薄，你开枪的时候有可能会嘴巴会破掉，那鱼就掉了。因为它开始乱跑啊，稍微控一下线，不要让它去左右跑，去跟别人缠到，收短一点，然后竿子抬高，注意一下竿子的角度，不要让它出现那种死亡角度，你竿子比较容易断掉。那中鱼之后，我们稍微手拉着线，然后把它提进来。那青鱼、竹夹鱼，它们算是红肉鱼啊，比较容易腐败，所以说有些人上来的话会直接先放血啊处理。让它吃起来的时候味道会比较好一点，所以上来的话一定要注意它的冰存。那有的人是放在冰箱会跟海水混在一起，比较新鲜，不要直接去接触淡水，就是冰块上船打来冰块之后，连海水一起混着冰。对。两只，哇，掉一只。好，那我们把它卷上来。这一只，刚刚那只一样，就是青鱼。这个鱼啊，因为它会一直抖，一直跳，那用个鱼夹夹着比较方便，这样解钩也比较安全一点，至少它不会乱跳。好，这个鱼它就是人家叫它抖抖鱼啊，它中的时候它就一直抖，一直跳。然后啊，我觉得蛮重要的点就是。可以看到这把钓竿，它的后把的长度，那你可以这样子夹着，有时候新手卷，它比较不会操作卷烟器或钓杵，它卷起来会比较吃力。整个晚上拿这个，我手不是超酸，但是其实你夹着，我觉得就会省力蛮多的。你就是一个杠杆，对说，现在开始中鱼了，你看一下我们的竿尾，很激烈，这应该有2只，
对，那它弹起来的时候，等于是线会松掉，我们稍微收一下，让它保持绷紧。那中鱼之后呢，我们就是这样子顺顺的，也不用去开枪啊，就是慢慢的把它卷上来。还有2条卷的部分啊，可以注意到我们的钓组前面有一个8字环，就是不要让它去收到最上面，会跟导环碰撞，比较危险。稍微侧边这样顺顺的提进来，手去抓着钓组。船上有这个架子，我们可以这样插着。然后我们这边鱼夹它的鳃的部分，鳃盖这边它就不会跳了。解钩子啊，注意一下，因为有时候鱼一跳，钩子容易吃到自己的手。可以看一下哦，它的嘴巴这里很薄，所以有时候你开枪啊，或是太大力，都容易鱼会脱钩。对，所以这个部分要注意一下，因为它嘴巴很薄，它可能这样轻轻拉一下，它嘴巴就破了。对，所以就很容易脱钩。咬况就蛮不错的。那你想要钓大只一点，你可以往深一点的部分去找看看，大概30-40米。现在30米、32、33，我们就差不多下在40左右。好，停。快切开关，所以有时候你这样放一放，直接切一下，它就停了。轻轻的往上或是落下，看今天鱼比较喜欢吃什么节奏。哦，有啄一下，看这样子稍微鱼啄一下的感度都蛮好的，因为每一天其实鱼喜欢的都不一样。哦，中鱼了！我们今天也是稍微停顿一下，就中鱼了。那有时候卷起来空空的，那因为鱼啊，它会拉着你的钓组跑，然后拉着你的钳跑，所以你就会整个是空空的。那这时候你就稍微绷紧一下，让线是保持你可以直的状态。那这一竿应该有个2只3只哦，因为蛮重的。那可以看一下，我们这就算是满弓，它的腰力表现也是非常的好。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弯的点，差不多是第4颗导环了，所以说它整体是非常有力的。加上鱼的重量也不会让你觉得说竿子软趴趴，让新手没办法去操控你的钓竿。有时候竿子太软，然后你控不了你的钓组啊，然后控不了你的鱼的话，容易去跟人家缠在一起。哦，3只，然后这时候注意一下，卷线器稍微可以放一点线，竿头部分比较不会容易去卡在一起。这只下的比较深，大概30-40米。那可以看我们现在钓组有点打结，因为这个重鱼啊，它会跑来跑去。我们就是先把鱼解掉，然后再来顺一下我们的钓组。然后这只比较大一点，因为我们下的泳层稍微深一点，有时候比较大只的鱼啊，它会躲在比较下面一点。如果你的钓组啊用几次之后重鱼比较多一点，可以换一下，因为有时候它的鳍咖会缠绕在一起，或是会卷曲这样子。那建议呢，上船可以带一个直包吧，因为有时候可能遇到白带鱼啊，还是其他鱼种，它会剪你的线，那这样子钓组就会比较不够。上半场已经钓了一大堆，不求数量，我们就求体型。那我们现在敲底试试看，看有没有比较大只的，就让它出到线停下来，它现在继续跑嘛，继续让它敲底。现在敲底大概70米，我们现在在36、37、38。继续慢慢把它放到底，看有没有比较大只的回或巴郎，有可能就是在钓组下沉的时候，中间就被接走了，因为现在的数量其实蛮多的。那现在到底哦，看线停下来73米，那我们就开始把它稍微往上卷一点，卷个3-5圈这样，然后我们在底部稍微晃一下。那如果觉得没有咬讯，那我们就稍微慢慢的往上卷。哦，中鱼！你看，现在竿尾开始抖，我们现在是在67米左右，也是接近底部。那这个体型呢，应该会比较大一点。那可以看我们的竿子的中度，超级硬挺，顺的把它卷上来。这一竿蛮有重量的哦。哦，原来它是被缠在一起，所以它水阻比较大，所以它缸也没有办法去挣扎嘛，所以就拉起来重重的。对，那这个就是竹荚鱼。你看它这样一直跳，它就是很紧张，然后它就会分泌一些酸性的物质啊，然后让它的肉吃起来会比较酸，然后也比较容易腐败。或在你的冰箱里面，这样子保存鱼的话会更新鲜。这是花灰，就回回。然后拔浪的话，后面这边它是有硬尾鳍，然后会偏滑一点点。对，这2种都是一样好吃。这种船班对新手啊，或是说对女性
都蛮友善，甚至说小孩有看蛮多小孩来体验。你看，那我们现在放虾的过程就被鱼咬走了，所以非常的轻松啊。就是只要会操作，你基本上来学一下，3分钟你就可以开始钓鱼了。哦，这一竿应该有个3只鱼哦，自己钓的鱼自己吃。哎，看到这一竿，我们钓到的都是竹荚鱼，体型也都不错，对吧？你看下面这只超大只，这一条菜市场卖可能要卖个200啊，有没有？亲手钓的鱼，我觉得这吃起来特别不一样。水面的落下的时候，大概10几米就接走了。那水面上真的是会比较小一点，所以你想要钓体型大一点的，我们可以往深长一点去找。哇，被接走了，40米鱼就咬走了。那像这种如果说比较重啊，你稍微手去扶一下竿子。这个呢是我们今年推出的最新产品——机闪钛刀。你看它的整个做工，我觉得非常的精致。这个头型呢也是我们今年设计的，这边有做银色的反光贴，然后这个鱼钩，这个超锋利的，品质又很好，不容易开钩，然后硬度也很好。那我觉得最厉害的一个点，看一下哦，我手稍微有点湿湿的，我看一下它的眼睛，有没有？直接自带夜光棒效果。碰到海水，它就自己去发亮。然后你离水的时候，你看我现在没有碰它，离水的时候它就是熄灭的状态。那它只要入水就会发亮，算是一个蛮特别、蛮新奇的产品。今年白带季应该可以靠它钓到不少白带鱼。那我来介绍一下天涯钓组。天涯钓组呢，基本上就是天涯，然后秋刀鱼肉，还有这个秋刀鱼的这个稀心粉，那我们就可能准备一个小水桶，把秋刀鱼片丢到这里面，再加上这个粉，因为秋刀鱼摸起来会油油的啊，黏黏臭臭的，有些人比较不喜欢。那你加上这个粉，它可以去吸一些它的油脂，你手摸起来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么臭。一起丢进去之后，就稍微搅拌一下，有点像在裹盐酥鸡的粉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组装方式也很简单，把秋刀鱼肉挂上去这边，然后用钢丝去把它缠绕固定。那上面这个环呢，我们就接我们的前导线或者是跟钢丝线，那一样把它接在我们的钓组上面，一样用8字环结就可以了。挂我们的秋刀鱼肉，我们先挑一片这样，然后把它加上来，正面就是朝上。这边有3个刺，把它固定起来，然后再用我们的钢丝绳去把它绕紧。然后啊，有一个小技巧，就是如果你的秋刀鱼肉啊后面有留一个小尾巴，在水里面会有这种飘逸的效果，它可能也比较容易去攻击。对，我们剩下的钢丝到前面这边这个圈圈一样去把它做固定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可以看我们这个天涯的平衡效果，它在水里面是稍微呈现这个45度角。白带鱼啊，它在水里面它是这样直立的，所以说它攻击饵的时候它是这样，它是咬它的腹部。那它这样子冲上来咬的时候，我们会感受到竿尾有抖动嘛，或是有咬讯。那我们这时候就是开枪，那你往上提的时候，钩子就会去穿刺白带鱼，就会打到它的嘴巴里面。所以说我们这个角度啊，都是有经过计算过，因为它想要吃这个肉，它这样从身体攻击之后，一开枪，它就往上刺，它就吃到白带鱼的嘴巴或是下巴的部分。对，那我们来尝试一下发光机闪天涯 LED 机闪天涯的效果怎么样？它的涂装、它的涂料也都是采用日本的夜光粉。那这个便宜的夜光粉跟好的夜光粉，它的落差真的是蛮大的。我们的这个夜光涂层都是上了大概3、4次，持续夜光的效果会比一般便宜的天涯好蛮多的。然后它的钩针也都是高品质的不锈钢。那我这次用的天涯是50号的，大概是180几克，所以这把钓竿也都是在它使用范围。这把钓竿呢，你要钓鱼皮钩啊、连钩啊、钓天涯或是钓铁板都 OK， 我觉得通用性非常的高。
或者是你想要钓手持透抽也都可以玩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到底之后稍微卷个3-5圈，看有没有比较强烈的咬讯。那有咬讯的时候，我们就稍微做扬竿提起来开枪的动作。那我们也可以钓天涯，稍微晃一下，上下晃一下，吸引白带鱼的攻击。因为白带鱼正起的时候啊，它们靠的时候可能20米啊、30米、40米都会有，但是底部的白带鱼通常都会比较大只，可能钓起来大概是4指以上，对，甚至有那种5指、6指的怪物，其实蛮常钓到过的，稍微感觉到有鱼在啄，但我不确定是不是白带，也有可能是竹荚或青鱼。哦，刚啄了一下，我觉得是白带鱼哦，但没有开到，我们再等一下。钓鱼就是要有耐心。哦，有在啄，有在啄。中了！刚到80米左右就有一些些微的咬讯，然后再停一下，我们就中白带鱼了。然后我们现在一样，慢慢的把它卷上来。这只白带呢，刚好是它来咬我们的肉，然后刚好我们开枪提上来，刚好打到它的嘴巴边。机闪太刀天涯，它的秘密武器就是它的眼睛会发光，红色、蓝色、绿色，自带夜光棒效果。就是红色、绿色、蓝色全部一次都配给你。白带量比较少的，刚好今天出的船班白带的量比较少一点，所以我们发挥了奇效。白带鱼因为它的嘴巴，你看它的刺很多嘛，然后它白带会有一个抗凝血，是会让你的血液会没办法去凝固，所以你的血流会不止。它稍微注意一下，可以用鱼夹一样把它夹着。这种白带啊，他们会以天涯竿为主。那天涯竿它的竿尾会比较抿一点，它的竿尾的导环会比较多，会比较抿。那当然是针对天涯钓法来设计的。那我们这一把虽然是近海万用铁板竿，但是我觉得它以新手来讲，其实也蛮够用的。它的感度呈现，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。哦，刚刚又啄了1-2下，还没有比较好的开枪机会。那我们这时候就还是再等待一下，像刚刚几个比较小的咬讯感受到，让我们的天涯保持在底部，看没有比较大只的白带会攻击。白带哦，我是白带哦，这个刚刚敲到80-90米的时候，就有一个比较大的讯号，现在还有30几米，因为这边场比较深哦，所以手卷的话会稍微累一点点，但还可以接受。你看这只蛮大的哦，这只白带，看一下它的水面，这4只有哦。它这次也是用我们新的机闪天涯，现在的白带真的是稀有生物啊，都是用我们这一套白牙加上神夺数位卷线器的套组。对。那现在我们时间差不多清晨5点，那可以看下天都快亮了。那我们准备收竿回航。那我们今天呢钓到的鱼，大部分都是竹荚鱼跟青鱼。然后刚大概3-4点的时候，船长带我们到基隆屿旁边来这边钓黑猴。然后我在这边试了几竿白带，然后也效果也还不错，因为目前的白带的量还真的蛮少的。那我们用我们的机闪太刀天涯，大概钓80几米的时候，然后那个咬讯蛮明显的。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80几米场比较深，然后我们有这个 LED 发光的效果，它的眼睛会自己变色嘛。那我觉得它更吸引白带的注意，那我们就顺利有钓上来。那今天的话成果还算不错啊，钓了蛮多竹荚鱼、青鱼，然后也有一些黑猴，还有白带。那我今天用的钓竿就是猎鱼人的新出的白牙，它是全复式导环，整个感度就还蛮好的。你要钓天涯、钓 Sabiki 啊、钓底栖鱼，其实都 OK。然后搭配神夺的数位显示卷线器，还有 Urban Pass 的 P 线1号。
就是现在大家都在玩手机嘛，看追剧啊什么的，比较少到户外走走啊。我觉得台湾是一个海岛国家，应该要让更多的人去亲近这个海洋，跟认识这个海洋文化，也不要说我们都是只要吃海鲜啊，或者是说去吃鱼啊这些。就是有时候你钓鱼的话，接触说了解说你这些海洋生物啊，或者一些海洋保育的观念。今天差不多这样，我们等一下到岸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渔获。现在的日出非常漂亮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渔获，开箱我们的渔获。今天到底钓了多少鱼？来看一下我们的鱼，这边有竹荚鱼、青鱼、白带鱼，还有黑喉、尖梭，对吧？就是大概是小搞搞的鱼种，我们今天算收集蛮多的，算蛮成功。那我今天用的装备啊，是猎鱼人的白牙，还有神铎的数位显示卷线器。那这些东西呢，你可以搜寻猎鱼人钓具的 App， 我们的 App 里面购买到。然后也可以到我们台北南港的门市，我们这边都有专人的协助大家。想要跟我们一起出海钓鱼、一起玩的话，也都欢迎报名我们的船班。那我们接下来可能会再拍更多不同类型的钓法或是鱼种。那如果你有特别想要看什么鱼种的介绍或者是钓法介绍，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。对，那就今天到这边。